大家好，我是波波。今天黑神话：悟空终于发售了。上周咱拿 Steam Deck、ROG Ally 等掌机使用游戏科学的官方性能测试工具，测试了市面上主流掌机的跑分。但是测试工具呢，只能提供一个参考并不能实际的进行游戏操作，所以很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游戏的真实运营情况。那么随着游戏正式版的解锁，今天咱就来一起拿这两台掌机真正的实机测试一下，看看你的 Steam Deck 与 ROG Ally 究竟能不能畅玩这款万众期待的黑神话悟空。说实话，今天我也是实惨就在游戏解锁的前1个小时，我们竟然1/3个城市停电了，简直是我的第82难跟上次一样，今天我们的测试均使用掌机的原生分辨率 ，Steam Deck 为720/800P，ROG Ally 为1080P， 帧数方面不做任何限制，性能档案也都调到各设备的最高档，所有的硬件驱动以及系统的更新都为8月20日当天最新的稳定版本，并在后台关闭所有无关应用程序，同时在游戏内关闭动态模糊的选项。为了不给还没有游玩的朋友剧透我们的测试选择了之前预告片中就已经展示过的第一章来进行，大家可以放心观看。对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朋友在使用掌机游玩序章时存在闪退现象，但是一般第2次进入游戏后就不会再发生了，估计是一个跟 AMD 相关的 bug。今天呢，咱先聊聊 ROG Ally。画质方面，因为 ROG Ally 的原生分辨率为1080P， 所以在 FSR 超采样这里，我们使用70%左右，应该就可以带来不错的效果了。开启真生成，其他所有设置都保持低，在这个配置下，跑图与战斗中 ROG Ally 的表现基本跟之前的性能测试工具一致，能保持在50到60帧之间。而且让我比较意外的一点是，之前在跑测试时我比较担心的开启真生成造成画面延迟升高的问题，在实际游玩中并没有让我很明显的感知到。搭配上 ROG Ally 支持 AMD FreeSync 的屏幕，整体玩起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接近原生6帧该有的顺滑效果。我只遇到过很少数情况下画面会突然卡顿几帧，然后立即恢复的情况。接着在特效较多的场景下，比如在释放技能的时候 ，ROG Ally 呢会掉到45帧左右，依旧是一个比较流畅的水平。而大家如果愿意降低一些画面效果，使用720P 或者900P 分辨率游玩的话，可以达到更流畅的效果。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没必要1080P 的帧数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就拿这款机器来说呢，它是完全可以用来完整游玩黑神话悟空的。这里也顺便提一下 ，ROG Ally 与 Ally X 所使用的 Z Extreme 芯片，在性能上基本等同于 AMD 的7840U 与8840U， 所以其他使用相同芯片的掌机比如联想的 Legend Go、Aya Neo 的 Slide、Flip 系列、新版 GPD-Win Mini 等等跟今天测试的 ROG Ally 表现理论上应该是很接近的。不过根据不同机型的内存大小以及散热的不同，会有几帧的小幅波动，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使用这些掌机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OK， 接下来我们看看 Steam Deck。画面设置方面游戏默认给出了 FSR 渲染90%分辨率来进行超采样，这里我也不推荐大家使用低于90%分辨率的渲染。我测试过在70%左右，虽然帧数高一点，但是画面真的太糊了。然后开启真生成以及画面等级全部调低，在这个画面配置下，可以看到虽然游戏的帧数显示跟 ROG Ally 一样达到了40-50帧，但是跟 ROG 不同的是，在 Steam Deck 下真生成所带来的画面延迟要明显的多得多。大家在视频中可能不那么容易注意到但在实际游玩中，我几乎是无法在开启真生成的情况下来进行游戏的，所以我又去设置中关闭了它。哇，这时虽然我们画面的帧数掉到了30左右，但是游戏操作起来的跟手度提升了一大截。这如果有跟我相同感受的朋友可以试试看。那么 SE 整体游玩起来的情况跟我之前用它玩老头环的情况差不多。根据场景的不同在25到40帧之间浮动，虽然不能说是非常流畅，但总体在一个可玩的范围内，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这里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能接受在 Switch 上玩王国之泪的效果的话，那么你应该也可以接受在 Steam Deck 上玩黑神话悟空。但是对有条件的朋友来说我还是更推荐大家在高配置 PC 或者 PS5 上通过大屏来游玩这款游戏。Steam Deck 呢作为一个出门时游玩的备机更好一些。这里顺便也提一下，如果大家家里除了掌机以外还有一台高配台式 PC 或者 PS5 的话，也可以使用串流来在掌机或者手机上进行游戏。我之前做过一期用安卓设备来串流的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那期。OK， 那么今天黑神话悟空的正式版本掌机测试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那一套操作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